先看你是谁呀？遇不到没有，贝拉很想变成男生，然后对我没有，我就你们的问题哦，就一定要问这种色情的问题，靠在他身上，然后摸他的大腿。我看了题目我都想哭了。干嘛？哎，你看你哭，我也会想哭哎。谁出这题啊？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是贝拉，还是满满？我们是阿卡贝拉。今天是我们的10万订阅 Q&A 特辑，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你呀！我们有分成卡贝感情相关、卡贝个人相关、工作或未来相关，还有贝果相关跟其他，总共5大类。对，然后呢，有一大类我们把它拉出来了，因为那个我们之后会想要做一个卡贝诊疗室，就是可以更清楚的帮大家解决感情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开始第一趴喽。好，遇见对方后，彼此有改变什么吗？例如习惯、个性，或是对事情的看法。我变得比较积极，对于生活上有一些希望吧。然后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就算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差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我一直摸摸他的头，然后鼓励他说：“老婆很棒，还有很多地方你没去，我都可以带你去玩哦。”但是遇见卡卡之后，我会觉得说，就是多了一个人需要保护，就是多一个人需要照顾。谢谢你照顾我。这是比较大的改变。然后我自己的改变，因为我可能本来就很积极，然后被他的懒惰有点综合了，所以我开始变得有点懒，然后还变胖，还变肥这样子。不过其实最近还是想要一起积极的，然后我就是会用比较温和的口气，然后去让他明白，我想要一起努力啊，想要一起做很多事啊，跟我一起做更多我们未来想要规划的事，或是完成更多他原本不想做的事情啦，这样。谢谢你。未来会考虑有小孩吗？还想要领养还是自己生？想要有我们的基因，可是我们很希望可以找代理孕母。对，因为我不想要让我老婆就是承受怀孕的那个辛苦。我也不想让我老婆承受怀孕的辛苦。最近满满很喜欢站在我们肩膀上。对啊，满满你不可以舔，这是麦克风。浣熊，臭浣熊。我们是想要自己生，但就是这是之后的事情。对，还是要先存钱啦，毕竟同性恋要生小孩很贵，花很多钱。有没有做过让对方很感动的事，或是很感到温暖的瞬间？我觉得我不需要那种就是非常大的惊喜，我只要就是平常记得我的一些小兴趣啊、小嗜好啊。像之前我就一直踩雷，我要买抹茶蛋糕，我每次去买都卖光，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贝拉就趁我出去工作的时候，他就自己走一段路，然后去买蛋糕回来给我吃。我觉得这种就是很温暖的小举动，很多窝心的事情的瞬间，就是我最喜欢的。你的话就之前我们还没同居的时候，他很常就是会半夜坐车来家里找我，那时候都偷渡去他家，因为他跟爸妈住，然后我都要蹑手蹑脚的。然后隔天早上，可能我妈突然今天没上班之类的，然后就会怎么办？我妈今天没上班该怎么办？然后就趁我妈去厕所刷牙洗脸，我就冲去客厅，然后去搭计程车跑，超好笑的，我都快忘记这些事情了。这点我蛮感动的啦。最喜欢对方的哪个部位？我喜欢眼睛吧，感觉可以看到你的灵魂。虽然他都说他都在放空，但是他就看起来很有灵魂。我喜欢卡卡的屁股，再小一点可能会好。养大的好奇在路上放闪或有比较亲密举动时会受到异样的眼光吗？你们怎么克服或是如何应对外界不一样的眼光？有啊，他们都看我们啊，看我们怎么整啊。开玩笑的，其实还是会受到异样的眼光啦。但其实我们不会在路上可能拉鸡呀，或是怎么样，我们就顶多轻碰一下啊，或是牵手这样。对对，靠在一起。其实异样眼光还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都在路上也不会去注意到别人在看我们还是怎么样。其实就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要危害到别人就好了，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去担心别人在想什么。我知道一定会担心，可是你要一直跟自己说，重点是你要什么，重点不是别人要什么，干嘛去 care 别人？你们以前遇到另一半言语暴力的时候是怎么应对和调试的？我以前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很建议，因为我以前就是会忍，然后就是会
想说是不是我的错，然后一直去检讨自己。但是冷静下来，其实都是对方的问题比较多，就是我可能找第三者就去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一味的容忍，是去沟通。当然我有沟通过，不过就是有可能对方不一定会听。像我以前的对象就是都不会听的那种，你要很能去判断他就不是适合你的人，觉得该断就断了。这样。我的话其实也是跟卡卡一样有在沟通，可是一样就是沟通过了，对方不会听，就是可能会说我会改，可是下一次就还是这样。我自己的调试方法就是当耳边风啦，不会去听这些事情。言语暴力这种东西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取的一个行为。你越重视的人，你越应该要对他好声好气，而不是去言语暴力。我觉得其实这种时候，你应该要自己能够分清楚，对方如果这种事情都不能为你做，为了你把情绪调整好都做不到，那他根本就不是值得的人。假如被对方父母反对，该如何处理？这个之后会拍比较详细的影片，因为比较复杂，加上我自己是觉得要看你的年纪跟你的工作状态。因为你以前你还在靠家里的话，那当然家人说什么你也只能听。对啊，像我们两个都是能独立工作，自己有经济基础的时候，我自己是搬出来住，家人就管不到。然后贝拉也是差不多，我自己是比较建议可以经济独立以后出柜比较好，就算家人反对，你也不会被他们限制太多东西。有一题我觉得也可以做成另外一个影片在讲。卡卡说喜欢女生80%，喜欢男生20%。如果家人问说为什么你不选那20%的男生，而是选那80%的女生？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跟他说那20%很难遇到啊。我就跟他说就是没有啊。简单来说就是你干嘛不去喜欢男生就好，干嘛去选择喜欢女生那么辛苦？那你可以问你妈为什么选你爸，不是选金城武啊？自己的心要非常的定，自己知道要什么，然后你现在爱的人是不是你值得去跟家里面沟通的人？是的话，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至于这种很瞎的问题，你为什么要选他，为什么不选他？你就跟大家一样啊，遇不到没？不要那么像哦。社长，贝拉如果没有在期限内跟你在一起，还会给贝拉机会吗？看状况反正他有在期限内跟我在一起啦。怎么从暧昧跳到正式交往？请社长跟公主教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暧昧的时候已经很明显就是喜欢对方，因为已经在报平安了，然后已经在分享日常的生活，然后也是一直报备自己的行程之类的，然后把以前的感情状况都愿意跟对方讲很多。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是跟情人差不多，所以我们后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那我们也跟在一起没有差多少。那卡卡对贝拉从聊聊的朋友进阶到暧昧的关系的关键点是什么？因为很聊得来吧，兴趣没有到全部非常像，但是我觉得价值观也有一些还不错。这个我们之后会做影片，我们已经快要拍了，就是帮大家归纳好怎么追女生之类的。我觉得价值观多聊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个人适不适合跟你长久在一起。想问，现在你们都是热恋期，眼中都只有彼此，但长时间捆绑在一起，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间，如何保持爱的感觉，而不会渐渐麻木呢？我麻木了，没有啦，开玩笑。其实我们已经麻木了啦。我们现在很像老夫老妻的啦。不过其实我们还是会记得，我们要给对方一些惊喜，或是温馨的时光。就例如说，平常温馨时光可能就是老婆，你现在想不想看电影啊？做一些贴心的举动，因为贝拉爱喝酒嘛，他有可能吃饭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他在放松的时间，我就可能就说，老婆要不要帮你想不要喝什么酒，我帮你倒啊，就是那种贴心的小举动。2选1，性冷感的卡卡或贝拉 vs 变成了男生的卡卡或贝拉，你要选哪一个？变成男生的贝拉。反正贝拉很想要变成男生的卡卡。没有，贝拉很想变成男生，然后对我没有，我就你们的问题吼。贝拉有没有被卡卡攻过？就一定要问这种色情的问题？当然有啊。然后互攻互受啊，当然只是贝拉攻比较多而已。对啊，贝拉为什么性欲这么好？我和我老婆好难维持性生活。其实我也没有性欲到很好最近好像有少一点。对，最近比较少，我们也会有比较少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性生活对我来说，性生活不是重点，当然也会很开心。可是我觉得没有到一定需要天天有，因为有时候互相相处跟聊天那种抱抱啊，我觉得也很开心。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因为少了性生活就少了那种感觉，除非你欲望本来就多强盛。对。想问另一半在跟你剪刀石头布的时候没有剪指甲，会不会觉得他很不保护你？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他说有一点不舒服，可不可以先去剪一下指甲，因为你会痛。有的时候对方没有剪不一定是不贴心，他可能只是太忙忘记剪。像我就是可能很忙，然后又没这个习惯，就没有剪，很短了。贝拉在追社长时，还有人在追你吗？算有吧。他很夯哎，而且他那时候还跟我讲说，现在还有人在追我，你可能要快一点哦。然后就Oh my God！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聊天，我们都会开玩笑。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他自己一直拖，我就想说，那你到底要不要快？不然不知道他拖到美国几年，浪费时间啊。如果遇到很就是积极的追求者，就是明明就知道我们现在2个人就是一对这样子，可是他还是一直猛追我们其中一个人，我们会怎么处理？当然是被追的那个人自己去沟通啊。如果你不去沟通，代表你可能动摇了。除非你有什么没办法的事情，例如说那个人是你的有关生存的老板，那你就沟通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个老板的话，你就跟那个老板好好说啊。如果他真的造成你的困扰的话，你就去找下一个工作。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合适的那个人，你们会选择单身一辈子，还是凑合过就好？单身一辈子，我觉得凑合太痛苦了。我也觉得，我宁愿单身一辈子。我宁愿单身，然后找很多好朋友玩，我也不要就是你又不是缺人家陪。When is your first kiss and where？ 在酒吧啊，对啊，在酒吧。在 Wonder 吧，在 Wonder。我要问一题，我觉得很难过，你可能会哭。我看了题目我都想哭了。2115年一起爱到120岁的你们，临终前的3分钟会分别向对方说些什么？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好了，下辈子再找到对方。干嘛？你看你哭，我也会想哭哎。谁出这题啊？帮我拿来问。不是因为我们每次讲到这种生死的，我们都一直哭。对，而且就是我们其实自己已经有讨论过这件事情的。所以你就刚好又想到之前讨论的那个画面，感觉很难过。就算是天末日，我也会在最后一刻陪在你身边。我要跳过这题。不行啊，你要回答。临终前3分钟会跟对方说什么？我觉得我不会跟你说什么，我觉得就会一直在你旁边，然后静静的一直看着你吧。很烦欸，谁会？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跟你讲什么，就是一直陪。没什么好讲。对啊，因为我们以前这种说什么下辈子要见面，我们就会说每辈子都会找到你啊。对啊，白痴哦，剩3分钟了，我讲个我爱你应该都讲很久吧？120岁，我可能不太会讲话。那时候就是陪伴啊，在陪伴在旁边，然后让对方知道你一直在最后一刻都在对方身边。社长贝拉有向对方说过谎吗？有吧，善意的谎言，例如你几公斤之类的吗？对啊，我最多会骗他，我比较轻。我好像没有有时候如果是给惊喜的话，我会跟他说谎，只会有善意的谎言呢，对啊，不会真的说谎。第一次见面的故事，详细的，你们的详细到底是要多详细啦？我觉得我们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呢。他们可能没看直播。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是我们约大概7点多，然后要去Wonder的酒吧。结果我就说贝拉快出门的时候跟我讲，因为他本来在跟朋友见面，结果他再一次跟我联络说他已经到了，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怎么会你先到了？因为我本来想说不要让他等，因为他说他常常在等迟到的人，然后我就想那我绝对不要对他迟到，结果他居然跟我已经到了，然后我就赶快弄一弄，赶快冲出门，然后去找他，然后害我还跑步累得要死，我就看到贝拉站在那个酒吧旁边便利商店，然后我就特别去拍他一张照片，然后传给他，然后他就看我一下，然后他一看我，他就立刻低头，他就不敢看我耶。然后他那天都黑，就都穿黑黑的，又黑长发，我要跟他讲话，结果他从头到尾就这样子，把刘海这样弄一片。然后反正他就是表现得非常害羞，跟他平常在讯息里面一直撩我的那种感觉差蛮多的。后来我们就在酒吧里面先喝酒啊，然后聊天啊，然后那时候酒吧算蛮安静，没有很多人，一点点人而已。聊一聊以后，可能喝多了以后，贝拉就把他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对不对？然后我就有摸摸你的头吧，就轻轻拍，就还有保有一个友好的状态，然后还自拍什么的。然后后来在第2杯黄汤下肚以后，我就跟贝拉去旁边的小房间聊天讲话，然后讲一讲，你知道喝醉了，因为我去讲电话了。对，然后喝醉要音乐，然后他在讲电话，我就在旁边这样靠在他身上，然后摸他的大腿。
这时候你就看对方喜不喜欢，你看他表情就知道，他不是玩装的那种，他是打从心里的热爱我摸他的大腿这件事情，他就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玩啊，然后就开始靠在旁边啊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亲几下，然后我看他很喜欢，然后他也拉我过去，那我就继续靠过去。他那个时候本来是要回家，但是他自己受不了，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家看一下我家长什么样？然后他就跟我一起上楼了。上楼之后我还在继续讲电话，然后结果他就在我讲电话之后就直接坐在我身上，然后就开始在我身上摇啊，然后什么的、啊。没有，因为他看起来很开心啊，我就反正我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样就可以了。哦，我现在想到我还是会觉得很兴奋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洗澡。没有一起洗，没有一起洗。然后我原本那天其实有想说就睡沙发这样，后来你叫我上去跟你一起睡啊。然后他就一点也没有矜持的就直接上来了，我就说哦好啊，白痴啊！我不邀请你，就会乖在下面。有矜持风度这样。对啊。然后后来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就剪刀石头布这样。小朋友不要学哦，详细的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啦，再详细就不行了啦。卡卡贝拉每天都黏在一起，试过分开最长时间没见面是多久？7天半，差不多7天半。就贝拉会整个在哭啊，因为我都出国，然后我在忙事情，然后贝拉可能就会传讯息说我在干嘛，然后或是我不在，他就会很难过，是真的难过那种，不是小难过，我会哭的那种。对，然后我就会想办法找空档或找时间打电话给他，跟他讲。没有，因为你知道，就是他的世界只有我啦。对，反正就是没有你知道我的行程就是可能会很空，就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常跟朋友见面，这样子就会变得就是说我整天待在家很无聊这样子。然后很无聊，我就一直想你。可是你有的时候，因为你又是去忙工作，我又不能常常打电话给你或吵你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很难过。但是我就会安抚他。但我如果事情很多的时候，多少会有点急躁，就会把自己的情绪先调整好一下，然后去安抚他之类的，然后回台湾以后就好好的让他做他喜欢的事。你们吵架最严重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是为什么而吵？然后怎么和好？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吵架过。不算吵架，可能是算把心里话讲出来，自己觉得委屈或觉得压力大的事情讲出来，然后可能就会哭啊，然后对方一起哭啊，然后一起为对方觉得不好意思啊，道歉啊，然后我们就会好好把事情说开。当然不是说一次就会完全解决，可能之后还会再发生一些，我们就会再沟通再讲。当然在沟通过程还是有可能会小吵架，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想吼人。想问卡贝是哪个瞬间让你们彼此就觉得对方就是要一起走完人生的人？毕竟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也不短。我觉得这点难呢，是各种事情累积下来，然后到了一个底。就是他会在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他会很支持我；低潮的时候，他也会支持我。就是不管我是高是低，他都会在旁边陪我。你嫁给我好不好？嘿什么？好，你们谁比较没有安全感？你吧。我吗？你吧。满满最没安全感。谁比较容易生气和吃醋？我觉得男生吧，我可能比较会吃男生的醋。就比如说，你可能看到谁，然后觉得他很帅，就会比较常看他的照片，然后我就会觉得。还在说许光汉，但是因为之前 IG 会一直出现许光汉的照片，我每次就会看一下，我好奇嘛，然后觉得他就在那边吃醋。贝拉是怎么撩妹的啊？这集我们会再另外拍一个影片，你们可以去看之后的影片。卡卡贝拉过往的感情故事，曾经交过几个男女朋友？卡卡是第4个女朋友，男朋友的话不到10个，大概吧。好，我是1个男朋友，然后贝拉是第5个女朋友。怎么样？你这题很好奇是不是？气死我了！年少轻狂，年少轻狂。此时此刻想和对方说的话：我爱你，我也爱你。这题很闹，请贝拉选择。如果卡卡跟我走了，你会怎样？先看你是谁呀、
卡卡怎么会抛下我去跟别人在一起呢？我这么的完美。重点是还先来宣战这样子。对啊，你是来宣战的吗？我这么完美，我又这么疼我老婆，哪来的自信？你给我的。满满，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啦。这一集是10万 QA 的第一个 part， 就是卡贝的感情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一个部分蛮多人问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一个部分是拍1集。那下一部分的话，就是有卡贝个人相关，还有工作跟未来相关的。那今天的第一集10万 QA 就到这里啦，拜拜，拜拜，拜拜。除非你如果真的很喜欢那个老板，那你就跟现在这个分手啊。妈妈，你不要一直挖哦。对吧？你就会收音进去啦。哎呦，是在挖洞是不是？哇哦，我是一只小浣熊，喵喵喵喵喵。我是一只小浣熊，喵喵喵喵喵。亲狗。啊呜。